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支教10年，见笑饮水，村民却因征地补偿低杂笑感人。滚！外乡人没安好心。我笑着签字关停净水站，冻结助学基金，撤回所有外联项目。3个月后，村长率众跪在校门口：“老师，娃没学上了，井干了，求您回来。”我指着废墟：“学校你们亲手砸了，想喝水，山脚河沟免费。”转身将撤资的钱建了所更大女校在邻村。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林老师，你别在这假惺惺了，真当我们大山里的人是傻子？10万块就把我们打发了？这学校占了我们村的风水宝地，少说也值100万。村长李大山唾沫横飞，枯瘦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他身后乌泱泱地站着几十个村民，那一张张我曾无比熟悉的面孔，此刻却写满了贪婪与狰狞。我站在自己亲手设计、一砖一瓦筹款建起来的大山希望小学门口，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政府征地补贴确认单，阳光刺眼，晃得我有些眩晕。李村长，这10万块是国家给的土地使用补偿款，不是我给的，而且这学校是为村里的孩子们建的，是免费的，是给他们的未来。我的声音在他们嘈杂的叫骂声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未来能当饭吃吗？一个尖利的声音响起，是村长的儿子李刚，他染着一头黄毛，是我当年苦口婆心劝回来读书，却最终选择辍学去镇上当混混的问题少年。他轻蔑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100万，少1分都不行，不然你就带着你这破学校滚出我们大山村。对，滚出去！外乡人没安好心，就是想占我们村的地发大财。人群开始骚动，那些我曾经挨家挨户走访，给他们孩子辅导功课，帮他们联系销路的村民们，此刻像一群被点燃了引线的炮仗。我看着他们，目光扫过一张张脸，我看到了王婶，她的儿子小虎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我联系城里的慈善基金，为他凑齐了手术费。此刻他正把领到的那1000块补偿款塞进怀里，躲闪着我的目光。我看到了张伯，他家牛棚去年冬天被大雪压塌，是我带头捐款，又发动朋友们帮忙，连夜帮他修好的。此刻他正捡起一块石头，在手里掂量着。我甚至看到了几个我的学生，他们躲在父母身后，眼里充满了恐惧和不解。其中一个叫小丫的女孩，前几天还拉着我的衣角，说长大了也要当像我一样的老师。现在她被她妈妈死死拽住，不让她靠近我。10年，整整10年。我，林青歌，一个家境优渥的城市女孩，放弃了保研，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一头扎进了这个与世隔绝的贫困山村。我用10年时间磨平了手上的老茧，也磨平了出来时的所有不适。我教他们识字，帮他们引来干净的自来水，修建了第1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为他们滞销的苹果联系了城里的连锁超市。我以为我早已是这个村子的一份子，我以为人心是能被捂热的。林老师，别怪我们，要怪就怪你太有钱，手指缝里露一点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李刚阴阳怪气地说着，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下一秒，他举起了手中的砖头，狠狠地朝我身后崭新的教学楼窗户砸去。哗啦，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像一把尖刀刺穿了我的耳膜，也彻底刺碎了我心中最后一丝温情。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间教室，阳光最好。我特意把它改成了孩子们的图书室，里面有我一本一本从城里背来的上千册图书。把这黑心外乡人的东西全砸了。地是我们的，学校也该是我们的。李大山振臂一呼，人群瞬间失控，无数的石头和砖块雨点般的砸向那座承载了我10年心血的教学楼。窗户、桌椅，我熬了无数个通宵才安装好的多媒体设备，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疯狂的破坏下变成一地狼藉。王二，那个我曾手把手教他写自己名字的年轻人，此刻正用一根铁棍凶狠地撬着学校的大门。他见我看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眼神却像狼一样。林老师，对不住了，谁让你挡了大家的财路呢？我没有哭，也没有喊，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任由碎玻璃的残渣溅到我的身上。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升起，瞬间冻结了我的四肢百骸，最后汇聚在我的心脏，那里仿佛破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将我10年来的所有热情、所有理想、所有不求回报的付出吞噬得一干二净。原来10年心血终究为了狗。签了它。李大山将一份粗糙的手写的协议甩在我脸上，纸张的边缘划过我的脸颊，留下一道火辣辣的疼。协议的内容很简单，我林清歌自愿放弃大山希望小学的所有权，并保证永不踏入大山村半步。作为交换，村里不再追究我欺骗村民、非法占地的责任。真是可笑。我看着李大山那张沟壑纵横却写满得意的脸，又看了看他身后那片狼藉的废墟，那曾是我引以为傲的梦想，现在却像一个巨大的讽刺。好，我签。我的平静似乎让他们有些意外。李刚从他爹手里抢过协议，又从兜里掏出一支油腻腻的圆珠笔，恶狠狠地塞到我手里。快签，别耍花样。我接过笔，没有立刻在那份可笑的协议上签字。我对李大山说，村长，既然要断，就断得干干净净，免得日后还有什么牵扯不清的地方。李大山愣了一下，警惕地看着我，你还想干什么？我没有理他，而是转身走回我那间唯一没有被波及的简陋的宿舍。村民们自动分开一条路，眼神里充满了戒备，仿佛我是一条即将发起临终反扑的毒蛇。我的宿舍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和满屋子的书，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锁着3重密码的保险柜。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打开保险柜，从里面爆出厚厚一摞文件。村民们伸长了脖子，以为那里面是地契或者更多的钱。李刚的眼睛里更是闪烁着贪婪的光。我将文件放在一张还算完好的桌子上，一字排开。这是大山清泉净水站的设备所有权及技术服务终止协议。我抽出第一份文件，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净水站的核心过滤模块和维护技术都由我个人名下的基金会提供。现在我自愿放弃，但根据协议，后续的技术支持和耗材供应也将永久停止。签了字，即刻生效。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又抽出第2份，这是大山希望助学基金的冻结与清算申请。这个基金里有我个人投入的200万，以及我朋友们捐赠的100多万，原本用于村里所有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补助。我签字后，基金将立刻冻结，并进入清算程序，所有款项将原路退还给捐赠人。
人群中开始出现一丝骚动，有些家里有孩子正在上中学、大学的村民脸色开始变了。我没有停，拿起了第3份，这是我和绿野果业签订的苹果购销合作终止协议。我作为担保人，现在单方面撤销担保，从今天起，绿野果业将不再收购村里的一颗苹果，你们可以自己去找销路。这是村里通往镇上那条公路的后期维护资金撤销申请，这是我为村里申请的小额无息贷款项目的担保人变更声明。我退出后，银行有权重新评估并收回贷款。还有这个村里留守老人的暖冬计划、妇女刺绣合作社的锦绣前程项目，我一份一份的拿出来，一份一份的解释，每一份文件都像一枚钉子，钉进这些村民的心里。他们的脸色从贪婪到困惑，再到惊慌，最后变成了恐惧。他们从未想过，这个平日里温和可亲、逆来顺受的林老师，手中竟然掌握着整个村子的命脉。这些年来，我为他们做的所有事，都不是简单的施舍，而是用我的人脉、资金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而现在，我要亲手拆掉它。林老师，你这是干什么？王婶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终于想起了他儿子还在上高中，每学期的学费都是从助学基金里出的。干什么？我抬起头，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冷漠地反问：不是你们让我滚的吗？不是你们说我没安好心的吗？我把我的东西都带走，把你们的生活还给你们，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李大山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想上来抢夺那些文件，却被我冰冷的眼神逼退了。林清哥，你敢？李刚色厉内荏地吼道。我为什么不敢？我笑了，那笑容里不带一丝温度。这些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什么时候收回就什么时候收回。你们不过是恰好被我选中的一群人而已。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低下头，拿起那支油腻的笔，刷刷刷，我在每一份文件的末尾签下了我的名字，林清歌，字迹决绝，没有一丝颤抖。签完最后一份，我将所有文件整理好，放进我的背包，然后我才拿起那份他们逼我签的协议，在上面龙飞凤舞地签了我的名字。我把协议扔还给李大山，淡淡地说：两清了。然后我背上我那不算沉重的背包，在全村人死一般的寂静中，一步一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我曾以为是家的地方。身后的废墟是我10年青春的坟墓，而我是亲手为他立碑的人。回到阔别已久的城市，扑面而来的车水马龙和霓虹闪烁，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最好的朋友陈雪在机场接到我时，看到我脸上的划痕和一身的尘土，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婉婉，我没事。我打断他，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笑容。我只是辞职了。陈雪是国内顶尖的律师，也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知道我所有计划和后手的人。他什么都没多问，只是紧紧抱了抱我，说：回来就好，欢迎回家。林总这个称呼我已经10年没听过了。10年前，我是家族企业里最被看好的继承人，雷厉风行，杀伐果断，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接管父亲的商业帝国，我却选择了去大山里当一名支教老师。所有人都说我疯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厌倦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想去做点纯粹的、有意义的事。现在看来，最不纯粹的
恰恰是人心。我住进了陈雪给我准备的公寓，第一件事就是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仿佛要洗掉身上沾染的来自大山村的所有气息。热水从头顶淋下，镜子里的我面色苍白，眼神却异常明亮，亮得像淬了冰。这10年的经历，像一场漫长的高烧，烧尽了我的天真，也烧出了一副全新的筋骨。第二天，我换上一身剪裁得体的职业套装，和陈雪一起来到她的律师事务所。都办妥了，陈雪将一叠厚厚的文件递给我。大山希望助学基金已经进入清算程序，所有款项将在15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净水站的技术服务合同及时终止，他们的过滤系统最多还能撑1个月。绿野果业的解约函已经发出，具有法律效力。至于那些贷款和项目，没了你的担保和注资，银行和合作方已经派人去重新评估了，结果可想而知。我点点头，翻看着文件，每一页都代表着一条产线的断裂。他们会怎么样？陈雪有些不忍地问。会回到他们原来的样子，我平静地说，甚至更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给了他们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现在我只是把一切拨乱反正。陈雪叹了口气，你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吗？那毕竟是你10年的心血。我放下文件，看向窗外林立的高楼。后悔什么？后悔我瞎了眼，把一片真心为了狼心狗肺吗？我自嘲地笑了笑，不，我不后悔。我只当是上了一堂价值10年的课。这堂课教会我，善良需要带上锋芒，慈悲必须有金刚手段。我的手机在这时响起，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没有说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请问是林清哥，林老师吗？我听出这是王婶的声音。有事？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林老师，我是王婶啊。那个村里的水龙头里怎么没水了？大家都去河里挑水喝，可那水不干净，好几个娃都拉肚子了。小虎他也……我淡淡的打断他，净水站的设备老化了，需要更换核心部件，你们凑钱自己想办法吧。可那不是你负责的吗？以前不都是好好的？王婶，我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我已经不是你们村的老师了，我被你们赶出来了，你忘了吗？你们村里的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并将这个号码拉黑。陈雪看着我，眼神复杂。这只是个开始。我点点头，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是的，这只是个开始。一出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我已经从演员变成了那个手握剧本的导演。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1个多月。这1个月里，我没有再关注大山村的任何消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计划中。我重新注册了一家公益基金会，名字很简单，就叫锋芒。我的善良需要一把保护自己的利刃。我见了许多以前的商业伙伴和朋友，他们对我重出江湖感到惊讶，但在听完我的新构想后，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的新目标是位于另一个省份的偏远地区锦绣县，那里以精美的传统刺绣闻名，却同样因为贫穷和落后，导致大量女孩失学，手艺也面临失传的窘境。我计划在那里建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不仅教授文化课，还要开设专门的刺绣工艺班，将传统手艺与现代设计、商业运营相结合，真正做到授人以渔。这不再是单纯的输血，
而是要打造一个可以自我造血的全新模式。就在我的新项目进行的如火如荼时，陈雪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的拍摄者似乎是邻村的村民，镜头摇摇晃晃，对准的是大山村的方向。画面里，大山村完全没了往日的世外桃源景象。我亲手规划的曾经整洁的村道上堆满了垃圾，更引人注目的是，村里那口早已废弃多年的老井旁，竟然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村民们提着水桶，一个个面色蜡黄，愁眉苦脸。视频的话外音在幸灾乐祸地解说着：“看到了吧，这就是大山村，以前牛气得很，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都说他们村出了个活菩萨。结果前阵子把人家老师给赶跑了，现在好了，活菩萨一走，立马打回原形。听说那自来水有毒，不能喝了，只能回来喝这井水。好几个娃都喝出肠胃炎，送到镇上卫生院去了。”视频的最后，镜头给了一个特写，李刚，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黄毛小子，正费力地摇着辘轳，他脚边放着2个大水桶，脸上再无半点嚣张，只剩下疲惫和烦躁。陈雪打来电话：“看到了吗？大快人心吧？”我关掉视频，心中没有预想中的快意，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这都是他们自找的，何止呢？陈雪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我刚得到消息，绿野果业的解约，让他们的苹果全都烂在了树上。去年刚从银行贷了款扩建果园的几户人家，现在连利息都还不上了。银行的催收队估计已经在路上了。我嗯了一声。还有那个助学基金，陈雪继续说，所有捐款人都收到了退款和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你以前那些朋友都气炸了，说再也不会给那个地方捐1分钱。有几个在城里上大学的孩子，因为学费和生活费断供，已经闹着要退学了。电话那头，陈雪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大山村的惨状，而我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些后果，我签字的那一刻就已经全部预料到了。我亲手为他们编织了一张名为希望的网，将他们从贫穷的深渊里捞了上来。现在我只是收回了我的网，他们会掉下去，摔得比原来更惨，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站在高处，忘记了深渊的寒冷。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但归属地显示是我所在的城市。林老师，我是小虎，王婶的儿子，我没钱交学费了，学校要我退学，你能再帮帮我吗？求求你了。我看着这条短信，眼前浮现出那个瘦弱男孩的脸，他的心脏手术很成功，是我最欣慰的事情之一。我曾以为他会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沉默了半晌，我回了2个字：不能。然后再次拉黑。你的母亲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了沉默和背叛，那么你也应该为她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与大山村的愁云惨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锦绣县的新事业，这里比大山村更偏远，山路也更崎岖，但这里的人眼神里有一种不一样的光，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质朴向往。锦绣县的负责人是一位40多岁的女性，名叫红姐。她皮肤黝黑，手掌粗糙，但说话干脆利落，眼神清澈坦诚。第一次见面，她没有像李大山那样画大饼谈条件，而是直接带我走访了10几个家庭。我看到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在家学刺绣的女孩，
看到了为了给弟弟凑学费，准备远嫁他乡的姐姐，也看到了守着一门绝活，却因为没有销路，只能勉强糊口的老绣娘。他们的生活很苦，但他们的眼睛里没有贪婪，只有羞涩、期盼和一丝不甘。在一家低矮的土坯房里，一个叫阿雅的女孩给我看她的绣品，那是一幅百鸟朝凤，绣工之精美，配色之大胆，让我这个见惯了奢侈品的人都为之惊叹。真漂亮！我由衷的赞叹。你想不想把这么美的东西让山外面的人都看到？阿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但很快又暗淡下去。可是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我可以教你。我说，我可以建一所学校，让你们都能读书。我还可以请最好的设计师来指导你们，帮你们把绣品卖到全世界去。红姐在一旁，激动的嘴唇都在颤抖。她紧紧握住我的手，郑重地说：“林老师，我们锦绣县穷，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感谢你，但我们有一双双会干活的手和一颗颗实在的心。只要你真心帮我们的女娃，我们全村人世世代代都记你的恩。”我看着她眼里的泪光和阿雅那双重新燃起希望的眸子，心中那块被冰封的地方似乎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我决定将锋芒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就落户在这里。我撤出大山村的资金，加上朋友们听说我的新计划后追加的投资，总额达到了惊人的8位数。这笔钱足够我在这里建造一所全国顶尖的现代化女子学校。我的动作很快，设计图纸、施工团队、教学设备采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期间也遇到过一些小麻烦，比如一个曾经给大山希望捐过款的企业家，听说了大山村的丑闻后，对我的新项目产生了疑虑。他打电话给我：“林总，我听说你上次搞得不欢而散，这次靠谱吗？我们投的钱不会又打水漂吧？”我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直接给他发了一份详尽的项目策划书，以及锦绣县的实地调研报告，最后附上了阿雅那幅百鸟朝凤的照片。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在做投资，投资一群值得被投资的人，投资一项可以创造价值的未来。这一次，我的投资回报率会远超你的想象。3天后，他的追加投资款打到了基金会的账上，比原先的数额翻了1倍。我站在锦绣县的山坡上，看着不远处热火朝天的工地，听着女孩们清脆的笑声，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坚定。我没有失去我的善意，我只是学会了如何把它用在对的地方。大山村的背叛像一场疫苗，让我产生了抗体。它让我明白，我的心血只配浇灌在懂得感恩的土壤里，而锦绣就是那片值得我倾尽所有的沃土。时间进入第3个月，大山村的坏消息如同不断落下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通过陈雪的渠道传到我的耳朵里。首先是经济的全面崩溃，没了绿野果业的统一收购，村民们只能自己拉着苹果去镇上卖，但他们既没有保鲜技术，又没有稳定的销路，更不懂市场定价。往年能卖到5、6块一斤的优质苹果，现在5毛钱一斤都无人问津。大量的果子烂在地里，1年的辛苦化为乌有。那些贷款扩建果园的农户彻底破产，银行的催收人员几次进村，最后都无功而返，只能将他们列入失信名单。这意味着他们以后再也无法从任何正规渠道获得1分钱贷款。其次是教育的倒退，
希望小学被砸成废墟后，孩子们彻底失学。村里没有一个老师，距离最近的镇中心小学有几十里山路，每天往返根本不现实。只有少数几户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咬着牙把孩子送去镇上寄宿，但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让他们苦不堪言。而那些曾经依靠助学基金在城里上中学、大学的孩子，处境更加艰难，学费断了，生活费没了，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变成了贫困生。有人受不了同学异样的眼光和生活的压力，选择了退学，灰溜溜地回到了那个毫无希望的村庄。最致命的是生活环境的急剧恶化。净水站彻底报废后，村民们只能重新饮用被污染的河水和井水，痢疾、肠炎等水源性疾病在村里蔓延，尤其是孩子和老人接二连三的病倒。我当初帮忙建立的那个小小的村卫生所，只有一些简单的感冒药和纱布，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整个大山村被一种绝望和死寂的气氛笼罩着。我存在的时候，他们不觉得我有多重要，以为干净的水、畅通的销路、免费的教育都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我离开，他们才发现，我带走的不仅仅是钱和物，而是他们整个生活的基石。李大山的电话开始疯狂地打进我的手机，我没有拉黑他，也没有接，我只是把手机调成静音，任由那个名字在屏幕上一次又一次的亮起，然后熄灭。他的短信也从最开始的质问和咒骂，变成了后来的试探和哀求。林老师，你到底对我们村做了什么？水不能喝了，果子也卖不出去了，你是不是在报复我们？林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当时也是一时糊涂，被钱迷了心窍。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林老师，求求你，你回来吧，孩子们不能没有学上啊！村里好多人都病了，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的。林青哥，我给你跪下了，还不行吗？你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我一条一条的看着，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就你们，当初你们用石头砸向我心血的时候，谁又想过要救我？当初你们为了区区10万块钱，就将我10年青春一笔勾销的时候，谁又对我发过慈悲？我不是神，更不是圣母，我只是一个被伤透了心，决定不再犯傻的普通人。我将手机扔到一边，继续审阅锦绣女子学校的建筑方案。图纸上，一栋栋漂亮的教学楼、宿舍楼、艺术中心拔地而起，充满了希望和生机。那才是我应该在乎的未来。至于大山村的哀嚎，不过是我新征程开启前一首微不足道的冰冷的序曲罢了。3个月后，锦绣女子学校的奠基仪式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隆重举行。我和红姐以及当地政府的领导、投资方代表，还有数百名锦绣县的村民和女孩们齐聚在工地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我穿着一身干练的白色西装，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些亮晶晶的眼睛，心中感慨万千。这里将是我梦想重生的地方。正当仪式进行到高潮，我准备宣布项目正式动工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打破了现场祥和的气氛。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歪歪扭扭地停在工地入口，车门打开，一群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人从车上连滚带爬地下来。为首的正是3个月未见的村长李大山。
他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瘦得脱了相，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绝望的褶子。他身后跟着他的儿子李刚，曾经的黄毛已经剃成了板寸，神情萎靡，再无半点嚣张气焰。还有王婶、张伯，几乎所有大山村的村民都来了。他们和我上次见到时判若两人，他们也看到了我，看到了站在聚光灯下容光焕发、备受尊敬的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片欣欣向荣的工地和周围那些充满希望的面孔，那种强烈的对比，像一记无情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李大山的腿一软，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那片满是泥土的土地上。他这一跪，像是一个信号，他身后的几十个村民全都跟着跪了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林老师，李大山嘶哑的哭喊声划破了天际。他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是猪油蒙了心，我们是混蛋，求求你，看在我们养了你10年的份上，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林老师，求您回来吧。王婶哭得涕泪横流，娃们都想你，没有你，他们就全毁了。李刚也跪在地上，这个曾经用砖头砸向我的年轻人，此刻正用额头一下一下地撞着地，发出咚咚的闷响。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我错了，我不是人。林老师，你打我骂我都行，求你救救我们村吧。他们的哭声、哀求声、磕头声混杂在一起，让原本喜庆的奠基仪式瞬间变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锦绣县的村民们都惊呆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红姐走到我身边，低声问：林老师，这……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人群，心中没有一丝波澜。养了我10年，我笑了。这10年，到底是谁在养谁？我从主席台上走下来，高跟鞋踩在松软的泥土上，一步一步走向他们。我的靠近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哭得更厉害，磕头磕得更响了，仿佛我就是那个能拯救他们于水火的救世主。我在李大山面前站定，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你们？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冰冷的足以让所有哭声都戛然而止。凭什么？我的3个字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所有大山村村民的头上，让他们瞬间失语。李大山抬起布满泪水和泥土的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或许以为，只要他们跪下求饶，我就会像以前一样心软，会像一个无底线的圣母，原谅他们的一切。他错了。你问我凭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那我倒想问问你们，你们凭什么？凭你们为了10万块征地款就抹杀我10年的付出，凭你们用石头和砖块亲手砸碎了你们孩子读书的教室，凭你们喊着滚出去，把我像垃圾一样赶出大山。我的每一句反问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头埋得更低了。李村长，我转向李大山，你想要100万，说学校的地值钱，好，现在地还给你们了，你们把它卖出100万了吗？李大山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王婶，我又看向跪在人群中的王婶，你说孩子们想我，没我他们就毁了。当初你们拿着钱，看着学校被砸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们的孩子？王婶嚎啕大哭起来，却不敢再看我一眼。还有你，李刚。我的目光落在那个曾经最嚣张的年轻人身上。当初你说我挡了你们的财路，现在我走了，路给你们让出来了，你们的财路呢？李刚浑身一颤，把头深深地埋进了臂弯里。我环视着所有跪在地上的人，声音陡然拔高：
你们想要的不就是没有我这个外乡人的大山村吗？你们不就是想把所有资源都攥在自己手里吗？现在我成全你们了，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学校是你们亲手砸的，想读书自己去建，水源是你们自己放弃的，想喝水山脚的河沟免费，管够销路是我个人的资源，与你们无关。想赚钱自己去找门路，助学基金里面的每一分钱都刻着捐赠人的名字，从来就不属于你们。你们孩子的未来早在你们选择贪婪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你们亲手断送了。我的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残忍地剖开了他们最后的幻想，露出了血淋淋的现实。他们想要的不是我，他们只是想要我带来的那些好处。他们想要的不是悔改，只是想重新过上那种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林老师，李大山挣扎着，还想做最后的努力。看在孩子们是无辜的份上，无辜。我冷笑一声，打断了他。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在你们默许甚至纵容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再无辜了。他们要为你们的愚蠢和贪婪承担一生的代价，这是你们作为父母给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回主席台。我拿起话筒，面对着所有锦绣县的乡亲们，也让大山村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各位，很抱歉，出了一点小插曲，但这也正好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看清了一些事。我的善意很贵，我的资源也很有限，我只会把它们投入到值得的地方，交给懂得珍惜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奠基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种希望，一种属于锦绣县，属于所有自强不息的女孩们的希望。我宣布，锦绣女子学校暨传统手工艺发展中心项目正式开工。我话音刚落，身后早已准备就绪的工程车同时鸣笛，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那几十个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哀嚎与哭泣被这股代表着新生的巨大声浪彻底淹没。保安上前开始请他们离开，他们像一群被抽调脊梁的丧家之犬，失魂落魄地被带离了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希望之地。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中那块积压了3个月的坚冰终于在锦绣县灿烂的阳光下彻底融化，然后蒸发得无影无踪。1年后，锦绣女子学校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了锦绣县的青山绿水之间。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宿舍，设施一流的艺术中心，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想象。第一批入学的200名女孩，不仅在学习文化知识，更在专业的指导下，将古老的锦绣刺绣融入了现代审美。我们成立了锦绣工坊品牌，通过我的线上渠道和线下人脉，第1季度的产品就远销海外，订单接到手软。曾经那些辍学在家、前途暗淡的女孩，如今都成了自信大方的设计师和技术骨干。她们不仅能为家庭带来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眼界和思想被彻底打开了。红姐成了学校的后勤主管，也是锦绣工坊的生产总监。她风风火火，干劲十足，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她总拉着我的手说：“林老师，是你让我们这些女娃子活出了人样。”而我作为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也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我不再是那个孤军奋战的外乡人，而是和红姐和所有师生
村民们并肩作战的伙伴。我的善良终于在对的土壤里开出了最绚烂的花，而关于大山村的故事，则成了附近几个县流传最广的反面教材。陈雪偶尔会跟我提起一些零星的消息，大山村彻底败落了，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少数没有出路的孩子。土地因为无人精心打理而荒芜，曾经引以为傲的果园，如今只剩下枯枝。那座被砸毁的希望小学废墟，依旧矗立在村口，像一座墓碑，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愚蠢与疯狂。据说李大山因为承受不住打击，中风瘫痪在床，整日以泪洗面。他的儿子李刚在外出打工时因为偷窃被抓，判了刑。村里的人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我的名字，仿佛林清哥这2个字成了一个禁忌，一个他们永远无法面对的火辣辣的烙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件绣品。信是王婶的儿子小虎写的，他在短信被我拒绝后，没有退学，而是去餐厅洗盘子，去工地搬砖，靠着打零工，硬是撑完了高中的学业。虽然最后只考上了一所普通的专科学校，但他信里说他已经很满足了。他在信中写道：林老师，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再这样称呼您，我母亲和村里人做的事，我永远无法替他们请求您的原谅。我给您写这封信，只是想告诉您，您当初教给我的那些道理，我没有忘记。人要靠自己，不能总指望别人的施舍。是您让我走出了大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份恩情我永世不忘。我恨他们，也恨自己的无能。现在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活出个人样来。包裹里的绣品是一幅简单的前程似锦，针脚歪歪扭扭，显然出自一个新手。落款是王婶。我看着那封信和那件粗糙的绣品，沉默了很久。我没有回复，我只是把那件绣品收进了办公室的储物柜里，和那些精美的锦绣工坊产品放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我不会再对他们施以援手，但我也不会去刻意阻止任何人的自我救赎。大山村的未来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了。我的未来在锦绣。又是一个春天，锦绣工坊的新品发布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作为创始人，接受了一家主流财经媒体的专访。记者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好奇和崇拜。她问：林总，我们都知道您曾经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支教经历，那段经历对您创立锦绣女子学校有什么影响？我端着茶杯，透过落地窗看着校园里嬉笑奔跑的女孩们，淡然一笑。那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善良是一种选择，但智慧比善良更重要。无原则的善良不仅会伤害自己，更会养出人性的恶。它不是在行善，而是在作恶。所以您选择了现在这种更商业化、更可持续的模式。是的，我点点头。我不再做单纯的给予者，我更愿意做一个引路人和合作者。我提供平台、资源和机会，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智慧和汗水。我投资的是他们的潜力和奋斗，而不是他们的贫穷和眼泪。专访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锋芒基金会的理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更多的资源和人才开始向锦绣汇聚。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门口，是王二，那个曾经用铁棍撬开学校大门，对我咧嘴狞笑的年轻人。
几年不见，他苍老了许多，穿着一身不合体的保安制服，脸上写满了风霜和局促。他不是来找我的，他是锦绣女子学校新招的保安之一。人事部的主管有些紧张地向我汇报，说查背景时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他和我还有这层渊源。我摆摆手，让他先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王二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捏着衣角，不敢看我。林总，他终于鼓起勇气，声音干涩：“为什么来这里？”我问。村里待不下去了，他嗫嚅着说，出来找活干，看到这里招人，包吃住，我就来了。我不知道是您的学校，现在知道了，打算怎么办？他沉默了很久，突然抬起头，眼睛里竟然有了泪光。林总，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当年我就是个混球，被李刚他们一煽动，脑子就热了。这几年我吃了很多苦，才明白您当初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我不求您原谅，我只想在这里好好干活，挣点干净钱。您要是觉得我碍眼，我马上就走。我看着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凶狠，只剩下被生活磨砺后的卑微和一丝悔意。我淡淡地说，你的去留不归我管，归人事制度管，只要你遵守学校的规定，好好工作，没人会赶你走。他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我早就不恨你们了。他眼中闪过一丝希冀，我回头看着他，补充完我的后半句话，因为恨需要力气，而你们不值得我再浪费任何一丝一毫的情绪。对我来说，大山村连同一个糟糕的投资项目都不如，它只是一个被我彻底平仓，从记忆里删除的代码。你留在这里，每天看着这些女孩的笑脸，看着这所学校的欣欣向荣，或许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惩罚。王二的脸瞬间变得煞白，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这比任何打骂都更残忍。他将永远活在对比和悔恨之中，亲眼见证着他当初亲手摧毁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以一种更辉煌的方式重生，而他只是这片辉煌下一个渺小的、卑微的看客。他失魂落魄地退了出去。我重新坐回我的办公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温暖而明亮。我的心曾被大山村的寒冰冻结，又在背叛的烈火中炙烤。如今，它早已淬火重生，坚硬且滚烫。它依然会为了世间的美好而跳动，但它也学会了如何为自己披上铠甲。我的故事还在继续，但那个叫大山村的地方已经永远的翻篇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